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2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1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32，收盘价是234.30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37.39，最低价是在226.54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428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。KD 值快线下穿了慢线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将开启下行的走势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。那并且呢，我们也看到这个快线即将要上穿零轴。那这些信息都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短期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1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锤子线。那么锤子线的特征呢是下影线很长，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，上方留有上影线，但是呢很短。那这样的一根锤子线，通常它是变盘的信号 K 线。那这根锤子线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后的反弹中。如果我们把这个锤子线定义为相对较低的位置，那它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日后股价只有站上这根锤子线的最高，那么才能够继续反弹。否则，如果股价跌破这根锤子线的最低呢，那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锤子线 K 线信息的分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，收盘价会在228。另外一个方向，股价会收盘在240.5附近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给出的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235。实际在11月17日收盘价是在234.30，出现了横盘向上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，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极其相近，但是呢，它们的本质是不同的。我们预测的收盘价235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的，而实际发生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那出现这样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成交量增，但是呢，股价并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我们说后续股价在这根锤子线的上方会遇压而出现折返向下，所以呢，我们说股价是很容易下行的。那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下行。对于11月2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下行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06，是11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跌破它呢，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那它的支撑呢，我们会看到下方的缺口，包括这各条均线值都会成为支撑。同时，这根锤子线的最低也是一个强支撑，因为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将会预示着股价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在到达206之前的关键支撑位。那206如果被跌破，第二个目标就是194，跌破194就是继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
然后再下方第3个目标就是178，178仅仅是支撑位。那股价一旦跌破194，它真正的目标是152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47这个位置前高。那站上它将继续目前的短期多头趋势，然后继续向上。第2个目标是257，这是一个压力位。那股价在这一波上行的这样一个走势当中呢，它真正的目标就是要站上10月11日这根，或者是10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69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，分别是247、257和269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11月20日开盘之后的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一期视讯我们给出，在11月1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是在234附近。那这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中线。那如果在它的上方运行容易收高，在下方运行呢容易收低。我们会看到恰恰这个收盘价就在这个观察位这个关键的位置。那收盘价稍微低于这个5日均线值。那在11月20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，我们要关注这根锤子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37.4这个位置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。那目前呢，我们说一下理由。目前这根锤子线它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同时呢又带有大的成交量，通常是在11月20日股价会继续向上的。但是不足之处就是它的收盘价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那这样一来呢，其实就给股价继续下行提供了一个叫做信息，也就是股价在继续反弹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认为很容易在前高这个位置而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，继续出现下行。所以呢，盘中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。但如果股价在盘中能够在前高的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这个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，那股价呢将会是收高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37.4的原因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说。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由于今天是新的一个交易周的开始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K 线信息。在11月13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有长长上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收盘价过前高。我们会看到它是站上了10月30日这根我们说叫含有长长下影线的中绿 K 线的最高，那也就是确认了这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但是呢，在11月13日当周，这根 K 线留有长长的上影线，并且呢有成交量是量增，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上方是有压力。成交量增说明在这个地方是有卖压的，所以呢上方是有一定的压力。这样一来，这根 K 线上方是含有长长的上影线，在10月30日这根 K 线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。那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上方的压力和下方的支撑。那日后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在这个范围内进行横盘。但是如果在11月20日当周股价能够站上前一周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247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将会确认继续向上，因为它瓦解了这根止涨的信号 K 线。
好，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快线是上穿了慢线，那这也是开启股价即将上行的一个走势。MACD 也是一样，是快线向水平方向发生了转折，出现了较前一周更短的红柱在零轴下方，所以这些指标呢是预示着股价会上行的。所以对于这个11月20日当周呢，我们要关注就是股价是否能够重新站上前高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当周 K 线信息的一个解读。我们调出辅助线，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给出的当周的目标位。那在前一次周 K 线解说当中呢，我们预测股价收盘价会收在232上方，下方会有可能收在286。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前一周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不低于它，股价是容易继续向上的。那实际上我们会看到股价的收盘价是在232附近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再给出11月20日周 K 线图当中的目标位，上方我们认为股价是要到达252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要突破前高继续向上。那下方呢，我们给出的位置是在214，我们提升这条水平线。好，214呢，就是我们认为股价收低会收在前一周 K 线最低的附近。对，那我们认为下方的这两条或者说5均值同样会成为一个支撑。好，然后在周中的观察位我们要给225，225是前一周 K 线实体的中线。那这是一个强支撑，或者相对较强的一个支撑。那我们关注它的位置，就是股价一旦出现回档，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，我们指的是在周中，那么股价呢会容易继续上行，或者是在相对高的位置运行。但是如果股价在周中是在225下方运行的，那么我们认为它很容易会测试5均值，然后去收低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说。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么我们说，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仓位，那么分别是在叫11月13日和11月14日建仓，然后我们给的获利的目标是在上方238到上方的242这个区域。那么连续2个交易日都是到达了这个区域，可以获利出场。那么在前一期视讯当中，我们给出说11月16日股价的收盘价并没有跌破我们设定的止损位，也就是在233这个位置。所以呢，这个仓位如果没有之前没有获利出场，是依然持有的。那到了11月17日，我们给出的依然是233。那么目前收盘价是在234.3，所以股价是这个仓位是继续会持有的。那到了也就是在11月17日收盘价这个位置，我们说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或者说是进场抢反弹的，因为虽然指标都是向上，但是股价并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所以它依然有反转向下的危险。所以对这15%的仓位，我们目前要守的位置应该是继续守
我们会看到这根锤子线的最低是在226.5附近，守226，或者继续去守200。我们守这根红 K 的最低是在231，是这两个位置。对，那我们指的这个要守的位置是指当日股价的收盘价，并不是盘中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于多头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空头目前我们认为在开盘之后，尤其是在上方237.4附近会有空头进入，一直到上方的246、247。那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，跌破前低，还有一个就是跌破这个20日均线值。那么20日均线值呢，我们测算是在220附近，在11月20日当天。对，好，那还有就是下方的206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空头的目标位和他们要守的位置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月2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34一直到237，那包括前高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241，是这根红 K 的最高。第三个压力位是247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27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然后呢是下方的缺口225.5到226.5，对，然后是下方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20附近。好，这是它下方的3个支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依然要给出2个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2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40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38附近，也就是在前高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，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当然是下行，如果是下行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34，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20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22附近。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大幅的一个下行。好，如果股价既不出现反弹，也不出现大幅的下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叫做小幅的下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35，最低会到达225，对，也就是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28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2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